苏洛洛女士，你现在的身体就像一个时刻紧绷的心，如果再压抑下去，就会像这根皮筋。洛洛，你这做的是什么策划？狗屁不通的，重做！洛洛，今晚我有事儿，你替我加个班吧。这些工作明明都是我做的，最后却是他在汇报。主管，都怪洛洛，就是他的失误导致这次合作失败。弦断人亡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对你而言，发疯不是选择，而是你唯一活下去的办法，否则你真的会死。陈宇，我工作压力太大了，身体有些不舒服。所有人，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，拿出手机来给我检查。好啊，你们一个个的，竟然会跟领导打小报告了啊！说什么我 PUA 你们？我看是不是平时我对你们太好了，给你们惯出毛病来了？苏洛洛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好啊，你个苏洛洛，上班时间跟男朋友吐槽说我们欺负你，就是你给领导打的小报告吧？何主管真的没有打小报告。住口！证据确凿，你还敢狡辩？还和领导说我们欺负你，你怎么不从你自己身上找找原因？要不是你工作能力差，你以为我愿意训你啊？我训你是为你好，你要知道感恩。压力过大会导致神经系统过载，紧接着你身体的功能就会紊乱，恶心、头晕、心慌，最后导致病变。那个时候你就药石难医了。所以你必须学会发疯。何主管，我们大部分策划都是我独立完成的，我怎么这工作能做好？你现在还不学会狡辩了啊，苏洛洛！我现在告诉你，你每天下班晚走2个小时，你要是早赶走1分钟，我就扣你1天工资。哎，说你2句还说不行了啊？压力大不会上班，还来上什么班？还不如回家躺着呢。没想到我已经病得这么严重了。陆医生说的对，我要活下去，就必须发疯。刚才吓死我了，要是主管看了我的手机，肯定会发现是我打的小报告。幸好有苏洛洛这个背锅侠。苏洛洛就是蠢，上次我犯了错误也是推到他身上。我刚才听说你们2个都诬陷过我是吧？哎呀，洛洛，你肯定听错了，我们怎么会诬陷你？苏洛洛，你发什么神经？还敢欺负同事了啊？现在还有没有点规矩了？主管，刚才他在卫生间说你坏话，我们2个听见了，只不过替你反驳了几句，他就……苏洛洛，我命令你啊，赶紧给他们道歉。何主管，你不是最喜欢翻别人手机了吗？不如你翻一下小芳的手机，说不定能有新发现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新发现？苏洛洛，你这胡说八道什么？刚才你们2个在卫生间说了什么？你们自己心里有数。想让我闭嘴可以啊，那你这一身水……何主管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苏洛洛了。刚才是我不小心打翻了自己一身水。你们在打什么哑谜？你刚刚明明是说是苏洛洛泼了你一身水，莫名其妙。等等，你还想干什么？给我道歉。对不起。打翻啦！哎，苏洛洛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每天晚上上班要晚下2小时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说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的主管，我让你不准下班，你就不准走。那给加班费吗？苏洛洛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让你留在公司，是为了让你更好了解公司的业务，让你有更好的成长。哦，那就请何主管和其他同事一起成长吧。我先走了。哎，苏洛洛，洛洛，我这有份合同，你帮我去盖个章。洛洛，这是我上周出差的账单，你尽快帮我报了。这2份文件送到技术部。各位同事，以后这些文件就拜托你们自己做，因为我要辞职了。滚！你赶紧滚！你以为你有多重要啊？竟然拿辞职感威胁我！公司没了你，照样赚。洛洛，你还发什么脾气？华为科技可是深圳顶尖的科技公司，多少人想进进不来，你可倒好，直接辞职不干了。陈宇，
我生病了，医生。洛洛，你已经是大人了，有病就吃药，而且生病了也不能把工作辞了。走，我带你回去，你好好求人家领导，一定要把你留下来。江晨宇，你是我男朋友，我说我生病了，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关心我吗？你别胡搅蛮缠！我告诉你，我让你回华为，就是在关心你。喝酒吧，念，我是洛洛的男朋友。洛洛呀，我身为你领导，平时还不能说你两句了。跟我回公司吧。你不就是不想早到，而且还想少干点活吗？我都答应你。你刚才不是还让我赶紧滚吗？谢谢何主管，谢谢何主管，还不赶紧回去？江晨宇，太让我失望了。你自己好好想清楚，离了华为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我想得很清楚，离开你们，我才能活下去。洛洛，你敢踩我？你今天要是敢走，我真的跟你分手。你知道苏洛洛家在哪吗？什么？带我去他家。何主管，你放心，我已经给洛洛打电话了，他马上就回来。何主管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这洛洛啊，她不是我亲生的，这才养成了她蛮横的脾气呢。啊，原来是没有亲妈管教啊！哎，我就说嘛，你们一家人啊都客客气气的，怎么就他那浑身臭毛病？哎，说不定啊，就是随了他那个死了的妈。不许你侮辱我妈！怎么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确实……你何主管，你苏洛洛，赶紧给何主管道歉！你们怎么说我都行，但是不许说我妈。想让我跟她道歉，做梦！洛洛，说什么呢？我不就是你妈妈？苏洛洛，你要是有亲妈教养，会这么没素质吗？洛洛，别再犯浑了，我命令你赶紧道歉，然后回公司，不然我真的会跟你分手。之前在公司楼下的时候，你就拿分手来威胁我，现在你还敢拿分手来威胁我？你不是想分手吗？那咱们就分了吧。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不用你再给我机会了。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姐夫呢？姐夫就是为了你好才愿意说你几句，包括妈和我们都是为了你好。是吗，文文？既然你说你和妈都是为了我好，你就帮我把陈宇和何主管都赶出去了。姐，你别胡闹！姐，你别胡闹！对你好不意味着纵容你犯错误啊！不上班就是犯错了吗？你们逼着我上班，不就是看中了我在华为科技的人脉资源？哦，还有我的工资都可以补贴给你们是吧？现在我辞职了，你们是怕没钱拿了吧？洛洛，你怎么变得这么不懂事了呀？都是一家人，什么钱不钱的？我虽然不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但是我进了苏家的门，我今天就不能看着你走上歪路。主管，你，洛洛呀，我知道呢，平时上班压力比较大，偶尔啊是应该释放一下。你今天也已经发泄了，在此呢，我跟你保证，你之前做的一切呢，我都不跟你计较。不仅如此，我还给你升职加薪，你怎么看？你这又是给我挖什么坑了？哎呀，我怎么可以是给你挖坑呢？我是诚心实意的想请你回公司。不回。哎，你，洛洛，你真是给脸不要脸啊！我今天我非收拾你不可！哎呀，苏洛，你这个忤逆不孝的死丫头啊！你竟敢打我！我这就亲自告诉你爸，让他回来收拾你。妈，你别生气，姐姐肯定不是故意打你的。你干什么啊？我不能再让你犯错误了，赶紧跟何主管道歉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江晨宇，我已经跟你说过分手了，你还管我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是不会跟你分手的，我说跟你分手，那是想让你走上正道，以后你就会感激我的。哎呀，怎么就闹成这样了？大家先坐下，慢慢聊，我给你们倒茶。苏洛，你给个痛快话吧，你要到几家才能回公司？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回公司？你能力优秀，公司离不开你，这总行了吧？我不信。来，先喝杯水。陈宇哥，你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苏婉婉、江晨宇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儿？你把他烫了，我这不是关心一下姐夫吗？关心？你
嘴都要贴他手上了。哦，还有，什么叫做我把他手烫伤了？明明是你自己打翻了水杯。往往只是打翻了水，而且要不是你拉我过去，我能被烫伤吗？装都不装，都直接叫文婉了。你别胡搅蛮缠。江晨宇，我现在郑重的告诉你，咱俩已经分手，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现在，请你立刻离开我家。苏洛洛，你真的是忘恩负义。我今天是来帮你的，而且你非但不知道感恩，还烫伤我，现在又要跟我分手。好，我现在就走。陈宇哥，你手受伤了，你先别走，这里也是我家，凭什么他让你走你就走啊？我不让你走，我不让你走。对，婉婉，你说的对，我听你。好的啊，好的，我明白不走了。哎呀，我办事，你放心，我不管你们以前对洛洛怎样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再也不准欺负她，否则我就断了你们跟华伟的合作。何主管，我们是在帮你啊，你怎么还训起我们来了？是啊，我们也是想劝姐姐回公司的。反正你们不许再欺负苏洛洛了。来，洛洛走吧，跟我回公司。何主管，我说了我不回。哎呀，洛洛求你了，跟我回公司。不回。师爷，我好难受了。人家何主管好心劝了我回去上班，我不过跟着劝了2句，他就对我的粗脸，还要打我呀，真是没有天理了。爸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快给我们评评理。姐姐不仅推了我妈，还把陈玉哥的手给烫伤了，而且何主管让我去华为，他死活不让。洛洛，是这么回事吗？爸，您相信他们说的吗？叔叔，你也别怪洛洛，他脾气就这样。都怪我平时把你惯坏了，你整日无逆不孝，蛮不讲理，还我给你妈、你妹、何宇还有何主管道歉。我没错，我不道歉。我再说一遍，给他们道歉，别逼我动手。每次都是这样，从来不管事实真相是什么。他们说什么您都听，他们说我不孝，您就觉得我不孝；他们说我不讲理，您就觉得我不讲理。你什么都信他们，您难道就一点自己的主见都没有吗？我顶嘴！你们疯了吗？连洛洛都敢打！哎呀，洛洛你没事吧？哎，这些年我处处忍让，换来的却是你们变本加厉的欺辱。爸，就连你也变得这样是非不分，偏听偏信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这个家我不待了。你，师爷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洛洛呀，他平时对我和婉婉也是这样的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滚！给我滚！洛洛等等我。我现在就不要回来了。哎呀，洛洛呀，你快跟我回公司吧。你说你已经被赶出家门了，你不回公司，你能去哪儿啊？何主管，我真的生病了，医生说我再被你们欺负的话，我会死的。所以这班谁爱上谁上吧，我是上不了了。哎，糟了，他不跟我回公司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也不知道王总发什么神经，非要让这苏洛洛回公司，莫非他们俩有一腿？陆医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随便逛逛，碰巧遇见你。怎么，苏小姐看起来精神欠佳呀？是又被欺负了吗？我听了你的医嘱，一直在发疯，可是除了一口气，心里还是很烦闷。我有个办法，或许可以帮到你。什么办法？不知道苏小姐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：一醉解千愁。可是我对酒精过敏。你只是对里面的特定成分过敏罢了，喝点纯净的蒸馏酒没有问题。师爷，都怪我这个后妈没有教育好洛洛，没想到她脾气这么倔，还学会了顶撞你，现在还离家出走。不怪你，婉婉都被你教育的这么好，洛洛脾气这么差，应该是天生的。叔叔，教育洛洛的事情往后放一放。何主管可是来电话了，要求洛洛明天必须上班，否则有可能会影响咱们家跟华伟科技的合作。马上去找他，明天就算绑也把他绑到公司。
陆爷，谢谢。罗罗，别喝太多，让身体。陆爷，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呀？你是我的客户，关心你不是应该的吗？那我还有个要求，你可以满足我吗？什么要求？那你亲我一口吧，我这辈子还没有亲过。你在干什么？好啊，我就说最近你怎么跟我当分手？原来是在外面养了这个野男人。什么野来着？麻烦你说话放尊重一点。我是洛洛的心理医生。哟，我头一次看见心理医生需要和患者接吻的，这难道是什么特殊疗法吗？苏洛洛，你今天这个事情你还不给我个说法，在哪没完？给你个屁的说法！张志远，我跟你讲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你说我跟陆医生不清不楚是吧？我证明给你看。打女人算什么本事啊？你还想跟我过两招是吧？陈宇哥，你没事吧？你别以为我不敢动手打你，你和苏婉婉早就搞在一起了，和洛洛维持关系，不过是想利用他在华为的身份挖客户的罢了。你有什么？还有我说的更细一点吧，你不仅挖华为的客户，还贿赂。闭嘴！你闭嘴！苏洛洛，我不允许你跟这种野男子再搞在一块了。我们走。让开！不要逼我动手打女人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很奇怪，我带我姐回家，关你什么事啊？走。露露，你没事吧？陆爷，你救了我。江晨宇，你这个王八蛋！你打我！要不是你逼我回家，我怎么会差点被车撞？走啊，走！混蛋！你们都是混蛋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陈宇哥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这件事情必须告诉你爸妈，这是没完。既然他们都走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陆总查清楚了，当年匿名资助您上大学的人，名叫苏洛洛，跟您一样年轻。他是用他的奖金资助您的。对不起，让你受伤了。没关系，我身上脏，先去洗一洗。你别走，陪陪我吧。Thunder was the noise inside my mind. You came and left the rain behind. You are the star in my sky. You are the beat in my heart. When I am lost in the grave, every cloud floats. 我这是在哪儿？陆野。昨晚上好像是我把他睡了。哎呀，苏洛洛，你说说，你这是干的什么事儿？我去，这陆野还挺有钱，这可是高档小区，听说好多明星都住在这儿。那我现在应该去哪儿呢？一分钱也没有。何主管，喂，露露呀，哎呀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恭喜你啊，你升职了。
啊？可是我不是已经离职了吗？哎呀，这离婚了都能复合，更何况是离职呢？你快回来吧。何主管，还是算了吧。不过虽然我离职了，能不能把工资结给我呀？你先回公司吧，我带你去找人事。好，多谢何主管，我来了。这该死的苏洛洛，我都这么低三下四求他了，他还不愿意回来。这王总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，非要让他回来，还要我给他打下手，真的是岂有此理！欢迎洛洛主管回公司。我不是来领辞职工资的吗？哎呀，洛洛主管，你先别着急，听我说嘛。首先呢，因为你的策划方啊做的特别的优秀，公司决定提拔你当主管，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。其次呢，工资方面，工资给你整整涨了1倍耶！是啊，洛洛主管，洛洛主管，之前总让您帮忙核销报销单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这奶茶就当是我给你赔礼道歉了。洛洛主管，还有我之前总让你帮我盖章，以后您的盖章流程就包给我了。都围着洛洛主管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回工位干活！洛洛主管，这是我给你买的奶茶。这帮人啊，可真会献殷勤。主管，你喝我的，我的好喝。来，主管，你喝我的，我的好喝。何主管，哦不，何姐，我真成主管了，而且还可以管着你。哎呦，当然了，洛洛主管，以后啊，你就是我的领导啦。那何姐，你帮我打份饭去吧。我什么？不可以吗？你之前可是总让我帮你打饭的。好。这该死的苏洛洛，刚升到主管就学会搞这套了，他这是诚心耍我。喂，婉婉吗？哎，何主管，是我。你今天下午就来公司办理入职啊？真的吗？多谢何主管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您说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你一定要让苏洛洛出丑，而且一定要让他犯错误。等等，何主管，我真的生病了。医生说我再被你们欺负的话，我会死的。所以这盘谁来上谁上吧，我是上不了了。哎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总之你要让他有足够的压力，压力越大越好。何主管，您放心吧，就算您不说，我和我姐本来也有些仇怨。洛洛主管，这是我给你打的饭。各位，现在既然我当了主管，有件事情就不得不和大家说一声了。主管，您说，我们都听着呢。我不管大家以前如何，但从今天开始，绝对不允许出现欺压同事的情况。自己的事情呢，就自己做，就算是求人，也要有个求人的态度，千万不要把别人对你的好当做是理所应当。比如这一份盒饭，我让何姐帮我打个饭，虽然是一件小事，但也确实占用了她的时间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我向何姐道个歉。哎呀，希望大家日后都能引以为戒，一定要注意分寸。主管，您说的太好了，我早就看不惯有些人拿鸡毛当令箭，天天吆五喝六的让别人伺候他了。好了，以前的事情就算过去了，大家好好工作吧。何姐，这盒饭你就自己吃吧。哎呀，我不饿，我就先不吃了。何姐，来快吃吧，不然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婉婉，你现在来公司，快点，马上！王总，哟，是乐乐呀，快请坐。王总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哎呀，洛洛，不要见外啊，快喝茶。今天的工作顺心吗？要是不顺心的话，我再给你调行。顺心。哦，对了，王总，这个是本次策划案的项目，请您过目。不错，挺好。这次项目就全权交给你负责了。设成之后呢，你会有不菲的项目激励，加油干！谢谢王总，这是我第一次策划项目，我一定努力。乐乐主管，你看我带谁来了？
婉婉，你来干什么？姐，我是来入职的呀。你入职啊？是这样子的，主管，我们部门呢刚好有个缺额，我看您妹妹呀刚好在家闲着，就不如让她。从今天开始，公司再加一条规矩，谁都不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，我也不行。主管，我们记住了。姐，有道是娶妻不聘妻。我知道我跟你有矛盾，但是你也不能因为我跟你关系不睦，就故意打压我吧。你要是真的有能力呢，你就正常的走公司流程，不要靠关系进公司。主管，婉婉是正常走应聘流程进来的，已经在办理入职流程了。你确定婉婉的能力能达到公司要求？人事主管已经面试过了，她确实符合要求。姐，你难道忘了咱们家和华伟科技也有合作，平时我多少也帮一些忙，我对业务很熟悉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当着同事们的面考一下你。没问题。婉婉为什么答应的这么干脆？她上学的时候学习就差，毕业了之后根本没正经工作过，她哪来的自信？好，我们在做策划案的时候，一般会通过4种推广渠道来分别确定策划案的内容。请问这4种推广渠道是什么？这4个渠道分别是线上渠道、线下渠道以及中介分销和老带新。哎呀，婉婉你太厉害了，竟然全对耶！姐，这个问题太简单了，来个难点的吧。假设给你一个全新项目，你会从哪些维度着手？首先，我会先做市场调研，分析竞品，然后以此确定策划案的受众，以此来定位公司的走向。不可能，苏婉婉就算懂一些工作技巧，也绝不可能懂这么多。等等，等等，姐，你干什么？你说你来公司面试，为什么还戴个耳机？我就是听听音乐，舒缓舒缓心情，也没有谁规定面试不能戴耳机吧？确实没有规定，但我可是听说现在可是有 AI 助手可以应付主考官的问题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绝对是作弊。苏乐乐，我看你就是故意找事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，故意栽赃。到底是不是栽赃？只需要你把耳机取下来，我再考你题，不就真相大白了吗？你看我干什么？主管让你摘，你就摘呀。我们在做策划案的时候，核心目标是什么？核心目标，核心目标是赚钱。没了。好，不用再说了。没有摘耳机之前，你侃侃而谈，现在却一句话都说不出，具体什么情况，还需要我多说吗？何主管，鉴于苏婉婉在面试过程中有作弊行为，请你立刻取消她的入职资格。别苏乐乐，苏婉婉，你再这么大声，我就要喊保安了。苏乐乐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我承认，苏乐乐工作能力是比我强，但是她自得有亏。她明明有男朋友，还和别的男人勾搭在一起。你们华伟科技这么大的公司，就是让这么一个人做主管的吗？你在说什么呢？你们看啊，我姐的男朋友其实是江晨宇，他们还没有分手，就和这个叫陆野的心理医生在一起了。婉婉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这是人家露露主管的家事，你赶紧收起来。家事最能见人品，你们公司就让这么一个私生活败坏的人做主管吗？苏婉婉，你不要信口雌黄，我和陆医生根本没有发生什么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我那天晚上是喝多了。所以姐姐，你是酒后乱情了？苏婉婉，不要故意来找茬。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和陆医生有什么。发誓有用的话，要证据有什么用啊？好，你就是故意来公司气我的是吧？败坏我的人品，想让我辞职？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干吗？我现在就走。乐乐，这是怎么了？你们是谁把乐乐惹生气了啊？那个王总，我是帮你们公司筛选坏人的。你看啊，这个苏乐乐明明有男朋友，还勾搭别的男人。没想到陆总已经和洛洛发展到这种地步了。洛洛和谁在一起是他的自由，
你管得着吗？啊，王总，华为科技这么大的公司，你就是这么纵容属下？闭嘴！闭嘴！我还没有追究你在公司闹事的责任呢，还不赶紧走？留在这儿等我请你吃饭呢。啊！哎呀，你可别喊我主管了，人家洛洛才是主管呢。王总叫你走，你还不赶紧走？苏伯伯，我明明都已经入职了，偏要想方设法的赶我走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回去告诉爸妈。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王总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婉婉会来公司呢。您看，这事情都闹到这个地步了，要不我还是辞职了吧？不行，乐乐，你以后啊，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。你只管好好工作，把手里的项目做好啊，其他的一概不用管，都工作吧。该死的苏洛洛，当上了主管之后，竟然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婉婉，你说什么？洛洛晋升主管了？是啊，不知道他们公司发什么疯，居然提拔他当主管。江晨宇，你竟然不关心我有没有受委屈，你反而在乎苏洛洛有没有升职。婉婉，你想多了，我只是在想他为什么会晋升主管而已。你们男人最善变了，我才不会相信你的鬼话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是不会让苏洛洛在那个位置待那么久的。爸妈，姐姐欺负我了，哈哈，婉婉，别哭了。洛洛她是你的姐姐，她不让你进他们公司，肯定是有她自己的想法。你当妹妹的，怎么就不能理解她呢？妈，我知道了，可我心里就是有点不舒服。我明明都过了公司的面试，姐姐为了辞退我，居然当众羞辱我。洛洛呀，她从小没了亲妈，脾气自然古怪一些。就像昨晚，她喝多了酒，竟然和别的男人走了。这个洛洛太不像话了。你们放心，这件事啊，我肯定给婉婉一个说法。喂，李经理啊，是这样的。承蒙您的关照，我们苏家和华为科技啊顺利合作这么多年，我现在有一点小事想求您啊。是。本以为当上了主管能风光一阵，没想到经婉婉这么一闹，我又变成了别人的笑话。洛洛主管啊，这些呢是您需要审批的合同，这一份呢是策划项目管理书，这一份呢是预算审批表，这一份呢是人员管理表，这一份是采购合同。你以为主管是那么好当的？你现在不是最怕压力大吗？那我就给足你压力，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。别走了，苏洛洛，加油！虽然你比他们下班晚，但因为你是主管，而且赚的钱也比他们多，多干点活是应该的。陆野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不对，这要是让他们看见，又给纯洁碰圆规了。陆野，你快走吧。陆野，你怎么追到我公司来了？这要是让他们看见，又解释不清了。什么？你又被欺负了？你怎么不反击回去呢？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他们说的也对，确实不该这么做。洛洛，你忘了我跟你说的，你再这样忍气吞声，你会被气死的。我知道，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反抗了，不过我性格就这样啊。你放心，我以后尽量不让他们再欺负我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还没回答我，你怎么来这了？我这不是看你没地方住吗？而且你昨晚睡了我，早上一言不发就走了，你就这么不负责任？你怎么占了便宜和我负责的呀？哎，你别忘了，昨晚可是你拉着不让我走的。别说了，那你想怎么样？既然你没地方住，那你住我家吧，正好帮我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就当是陪找我了。去你家？好吧，走。该死，这苏洛洛竟然真的跟别人在一块。他先是华为科技的主管，我必须给他追回来。陪你追着日落，看星星，永远不落幕的电影。洛你怎么样？没事。
可能就是工作累到了。他这是压力太大，有些躯体化症状了，我必须想办法教会他反抗。李经理，婉婉就拜托你了啊！王总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昨天的事我听说了，您就通融通融，让婉婉留下吧。怎么说，他们俩也是苏家的人。不行，李经理，你身为公司高层，竟然也走后门，你这是犯错误，赶紧走吧。哎，什么？您的意思是？我明白了啊。等等，回来，公司的规矩都是人定的，也不是不能通融。婉婉就去策划部吧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王总，您说什么要求我都答应。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，你必须给洛洛施加压力，压力越大越好。回去吧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的好姐姐，我当然是入职成功了，我才会来呀。洛洛主管，你看看你写的这个策划案，未免也太老套了吧？是啊，姐姐，就你这个方案，作为新人，我都能挑出千百个漏洞。这东西要是交给客户，那不是败坏咱们公司的名声吗？你们是疯了吧？到底谁是主管？你是主管还是我是主管？哎呀，当然是您是主管了，但是主管犯了错，我们就不能说了吗？爸妈，你们记住了，一会儿进去之后一定要让我姐丢脸，给她的压力越大越好。婉婉，这不太好吧？你当着这么多人面，爸，姐前几天就是这么对我的。我们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而且这可是王总嘱咐的。之燕，你要想清楚，咱们家的生意最重要，只要能巴结上王总，咱们家可就飞黄腾达了。好吧。我现在的状态绝对不对，我不能任由何月和婉婉欺压，我应该听陆野的话，学会反抗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也好意思说我们怎么来了啊？你说你这2天没回家，你是不是去找那个心理医生了？洛洛呀，昨天是你爸爸生日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能为了一个男人，连自己爸爸的生日都缺席呢？爸，那天不是您赶我走的吗？你爸那说的是气话，你一个晚辈，怎么能因为长辈的一句气话就真的当真跟他置气呢？算了，我今天来是给你道个歉。哎呀，我年纪大了，这个有时候说话不分轻重，你别给我一把见识啊！跟我道歉？洛洛，你爸都亲自来公司给你道歉了，你这还不能？你们根本不用跟我道歉，而且更不用来公司跟我当面道歉啊！这当面道歉呢，这是表示我的诚意啊！哎，好了，事情就说开了，那就这样了啊！我跟你妈先回去了，你记得晚上下班早点回家啊！洛洛主管，请您尽快审批。姐，这马上就要开会了，你怎么还不去会议室啊？洛洛，你这个策划案我看了，问题很严重啊，拿过去，赶紧的调整一下。洛洛啊，你怎么还不回家啊？我和你爸不是已经去公司给你道歉了吗？这帮人都疯了，怎么感觉一夜之间全部都变了？陆总，洛洛小姐她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压力过大，过度焦虑导致昏厥。我送她回去休息就好了。这次干得不错，他们只是陪洛洛演戏，等这场戏结束，该罚的人一个都不许放过。是。你醒来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昏倒了，洛洛。我之前不是反复告诉过你，不能让自己压力过大吗？你为什么还不学会反抗呢？我反抗了，可能是我还没学会怎么真正的发疯吧。我总感觉还是在一直被他们欺负。洛洛，你相信我吗？
也已试过那美好从眼中千万次路那好，过。我教你一个办法，明天你回公司，你就这么办。成湖泊。苏洛洛，加油！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，捏不是你捏的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昨天的审批一点都不认真，错误太多了，你赶紧改一下吧。等等，何姐，你确定我审批的这些文件有问题？你什么意思？既然是你提出的文件中有问题，那就麻烦你指出所有的错误，并且给出修改意见，供我参考。可是这本来都是你的工作呀。我的工作是管好你们。行，我现在就去整理。就在这整理吧，什么时候整理好了，什么时候下班。姐，你怎么还没有去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在公司叫我主管。好，洛洛主管，你不是说要开会吗？大家都在等着你呢。我说的是几点？10点。现在几点？还没到时间，你催我干什么？可是大家都到齐了，就等你去呢。谁叫你们到这么早？还有事吗？洛洛主管，我只不过是早点叫你去开会，你至于训我一顿吗？你这是公报私仇！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告诉王总。苏洛洛，加油！你这次的昏厥说明你压力过大，你迫切的需要释放压力。我建议你要认清权力界限，用对抗性思维去沟通。只要你迈出这一步，以后他们自然不会再轻易的欺负你。这听起来有点复杂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要学会为自己辩解，要强词夺理。不管你做的对不对，你先辩解了再说。洛洛，怎么回事？哼！我听马婉说你仗着主管的身份闹脾气。王总，我所做的一切绝对都是公事公办，并没有公报私仇。你这是跟领导说话的态度吗？王总，我可以好好说话，但前提是您不能一上来就不分青红皂白的质问我。王总，你看苏洛总是这副态度，让我们下面的人怎么安心工作呀？我觉得不如还是让何姐当回主管好了。我觉得这事也不是很可以。王总，如果您决定这样做的话，我马上辞职。但我还是想说一句，您的决定并不容易。你考虑好了？咱们公司是世界100强，你现在是华为科技策划部主管，这可是多少年轻人梦寐以求的职位。谁的青春不疯狂？我早就考虑好了，与其在这里天天受你们的欺负，我还不如出去闯一闯。与其在这里天天受你们的欺负，我还不如出去闯一闯。你真的确定？只是因为承受不住一点压力，就放弃这大好机会？你可知道，我之前交给你的项目，光提成至少就有数十万。我也知道，现在的你手头可是十分拮据啊。有钱也得有命花呀，这工作老娘不干了。王总，最后呢，我祝咱们公司蒸蒸日上，勇攀高峰。等等，乐乐，公司正缺你这样公正无私的人。我决定了，你留下。至于其他人，查查入职流程表吧。我这么发疯了，王总反而留下我了。看来这陆爷说的还真准啊。陆爷，这样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了呀？又不是你做错了，你干嘛要会反思自己呢？放心吧，说不定你这么一闹啊，会有更好的结果出现。王总亲口跟我说要打压苏洛洛的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苏婉婉，我早就看出你有问题了。你来公司这几天，工作能力不怎么样，就知道在主管面前挑拨离间。你这种人留在公司，迟早是祸害。洛洛主管啊，我这就去重新审查一下苏婉婉的入职流程，你看怎么样？何月这个人也应该被辞退，但目前项目上还需要他帮忙，暂且留他段时间吧。好，苏婉婉，
你那么闹有意义吗？王总偏心，偏向苏洛洛，你再怎么闹翻天也没有用的，不如留着青山在，回去想想怎么好好对付苏洛洛。谁给我们家往往气成这样了？陈宇哥，我被苏洛洛欺负了。苏洛洛，霍伟科技的王总不是让你打压苏洛洛吗？你怎么还会受欺负？那个王总根本就是装的，他就是站在苏洛洛一边的。这么说，苏洛洛还是主管？陈宇哥，这么在意苏洛洛的职位，你不会是还想和他和好吧？没有，你想多了。哎，反正都已经被辞职了，回家休息吧。我还有工作，先走了。江晨宇，你这个趋炎附势的小人，我早晚会让你后悔的。我得想办法把苏洛洛追回来才行。这可是华为科技策划部的主管，就连我们公司的领导见了都要毕恭毕敬。不过他和那个陆什么也来的，纠缠不清，倒是有点麻烦。江晨宇，洛洛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不分青红皂白的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保证以后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江晨宇，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还干什么？洛洛，我知道你还在情绪上，这怎么说？我们已经快2年了，怎么可以说分手就分手呢？江晨宇，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了。洛洛，还傻在那干嘛？赶紧跟我回家。这个心理医生也好帅啊！怪不得洛洛主管2个都割舍不下，要是我的话，我也想同时拥有。又是你，你区区一个心理医生，这么总缠着洛洛不放。是你纠缠他不放吧？我可是来接洛洛回家的。回家？洛洛，你跟这个男的才认识几天，怎么就回家了呀？陆姐，你怎么能当这么多人面跟我说我跟你回家呢？这让我怎么解释啊？我说的也是实话呀，而且我这不是帮你解围吗？要不然江晨宇他怎么会死心呢？洛洛，别闹了，你跟他在一起就是故意为了气我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们回家吧，好不好？江晨宇，你还是这么自恋。我现在告诉你，陆野就是我男朋友，我劝你放弃，不要再纠缠我，帮我个忙，是个别重。你听到了吗？以后不要再纠缠洛洛了，他现在是我的人。苏洛洛，你什么眼光？他区区一个心理医生，穿着又普普通通的，又没有什么名牌，你跟他在一起只有苦吃，不会幸福的。难道有钱就叫做幸福吗？2个人真心相爱才是幸福，对吧？江晨宇，你不过是一个小公司的中层，你凭什么觉得我比不上你？那不妨我们2个来比比看，好不？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如果我赢了的话，以后你就离开洛洛。你花钱有啥意思？你拿出点真本事比比真。哎，把你们这里最烈的酒都给我上过来！哎，你们别！怎么个比法？陆爷，你恐怕还不知道我的酒量，这就是地狱18级。今天我们就看看谁先喝倒下，所有的人趴下学狗叫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这才哪到哪呀？刚开始。平均每秒5毫升，胃容量还够。哦，我来了。你作弊！哪有人喝酒记笔记啦？来，继续。陆野，要不你别喝了吧，他都把酒当漱口水了。没关系。嫁给我。江晨宇，你还不认输？我没输。洛洛，我撑住了，我赢了。陆野，对不起啊，我只是想让你假装一下我男朋友，没想到这江晨宇不死心，害得你。洛洛，以后要是万一我赢了，你能不能也给我个机会？啊？什么机会啊？
就是当你的。陆野，你喝多了，我扶你回去。陆野，你倒是走直线。有直线能走到你的心里吗？洛洛，坐我车送你去上班。等等，江晨宇，我们不是说好了，谁的座驾价值高，谁就送洛洛上下班吗？陆爷，你可看好了，我这辆车价值100万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等我2分钟。洛洛，上车。你干什么？洛洛，你身为华为科技的策划部经理，应该对车的品牌有所了解吧？苏洛洛，你就是偏袒陆爷。江晨宇，查一下这辆车的价格。不对，他怎么这么有钱啊？不对，他肯定跟我一样也是借的。这一次略逊一筹，下一次我一定要赢回来。主管早上好呀。早上好。主管，昨晚战况如何？那2个帅哥谁赢了？好好工作，少打听这些八卦。主管，你就和我们说说嘛，被这么2个帅哥追，一定很爽吧？小心我扣你们工资，还敢问？这该死的苏洛洛，这么快就跟同事打成一片了，还跟我说什么之前压力大会死。我看现在呀，他活得比谁都滋润。果然，之前都是骗我的。2个男人同时追你，那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婉婉，你知道江晨宇在追求苏洛洛吗？什么？他追求苏洛洛？哎呀！你们干什么？我又不买首饰啊！买，必须得买！你不是最喜欢这款古法项链吗？买，咱现在就买。洛洛喜欢什么，随便挑，不要在意价格。江晨宇，你明明说喜欢我的，你怎么又在追求我姐？还不给她买这么贵的首饰？你真是个渣男！我问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们不是之前已经说好了吗？我接近你姐，那是为了图她的资源。真的吗？咱们之前不都一直是这样子吗？我其实表面喜欢你姐，其实我内心喜欢的还是你。那怎么办？我好像给你造成麻烦了。我原谅你，不过你得帮我办件事。姐，是我误会陈宇哥了。他一直喜欢的是你，根本就没有喜欢过我。我祝你和陈宇哥早日成婚。这位就是姐姐的心理医生吧？我可是听说你经常借着看病的理由勾引女患者。苏婉婉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勾引女患者？那你当着大家的面解释解释，前些天你为什么要带我姐去酒吧，把她灌醉了带回家？要说你没有图谋，谁会相信啊？哎呦，洛洛呀，这要是其他男人，估计早就把你给丢了。也就是我真心实意的对你，所以你们2个不要信口雌黄。人家陆医生带我去酒吧，那是为了治病；带我回家那是……姐，你被他骗了。治什么病需要去酒吧呀？他就是对你有所图谋。洛洛，你忘了我之前跟你说过，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？遇到这种不讲理的就要比他更不讲理。苏婉婉，你姐是不是成年人？既然是成年人，她有自己的选择。带她去酒吧，请问有什么问题吗？可是你说的是带他去酒吧看病。酒可解千愁，烦闷之人最适合去酒吧借酒消愁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比如你现在才发现江晨宇不喜欢你，你是不是很难受？难受的时候跟好朋友小酌几杯，这何尝不是人生快事？所以你姐去酒吧只是为了消愁，而恰好我就在酒吧出现，陪她在一起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陆爷，就算你带洛洛去酒吧能解释得通，那你带她回家算怎么回事啊？关你屁！嘿，你好歹是个心理医生，怎么就是数字啊？数字是个有素质能讲的，跟你这种没素质的人不需要讲数字。你说谁没素质了？说你呢？你脚踏2只船，而且是苏家2姐妹，我有说错你吗？我什么时候跟婉婉有关系了？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，你有证据吗？
为什么要证明我跟王婉没有关系啊？所以，我跟洛洛在一起，也不需要跟你解释什么。洛洛住哪是他的资源。帮我说句话。我也说不过他。厉害！所以啊，我跟你说过，以后遇到这种情况，就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对付他们。对付这样的恶人，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，一定要把他们怼得哑口无言。哇，这个姓张的真不是个人，竟然脚踏两只船。是啊，人品真的太差了，竟然还要污蔑别人。陆野，我是说不过你，但你可别忘了，咱俩今天来是来给洛洛买首饰的，请吧。这个就不用比了吧？怎么，你怕了？不，我这次来是想让你知道，你想给洛洛买的是一件首饰，而我是要把整家首饰店给买下来。这人怕是疯了吧？这家店好得上千万的价值，说买就买了。就是哦，而且他就算他有钱，这中国人在商场是品牌地位的象征，怎么不会轻易卖的？陆野，你说大话你也得有个谱。你说要把整家店给买下来，开什么玩笑？你还是个心理医生呢，不然你先把自己的心理给医一吧。3分钟之内，我要买下全城的珠宝店。真的有那么回事儿啊？还3分钟？我看3分钟之后你没有把这家店铺买下来，你要怎么收场？陆姐，你这次牛皮可吹大了，待会儿怎么收场啊？放心吧，我不会自找麻烦，更不会让你跟着我一起丢脸。店长，这位陆野先生说想把你们店给买下来，你觉得可能吗？这位先生，你说笑了，我们的店铺在商场经营10几年了，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谁能够收购我们的店铺。听到了没？听到了呀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难道你对你自己的谎言没有点羞愧之心？距离3分钟还有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哎，店长，你刚才接什么电话？不会真的被收购了吧？陆野，这次是你输了吧？老板好。你说他，你叫他什么？老板啊。老板？什么意思啊？刚刚陈宇哥问你这家店铺有没有被收购，你明明摇头。啊，您误会了，我的意思说，陆老板不只收购了我们的店铺，我们品牌在深圳所有的店铺都被陆老板收购了。什么？怎么样？这一次算我赢了吧？洛洛，进去看看你喜欢什么珠宝，随便选。不可能！你这么有钱，凭什么喜欢我姐？你肯定另有图谋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你是不是想利用洛洛在华为科技的职位，给你谋取更大的利益？或者说，你是华为科技的对手，想利用洛洛盗取机密，趁机搞垮华为？洛洛，你相信我吗？其实我对你这么好，都是当年……洛洛主管，不好了，您之前负责的项目出现了重大的纰漏，你赶紧回来看看吧。等等，我马上就过来，等我。主管，我这里有份文件需要您签收一下。苏洛洛，就算王总再怎么看重你，只要你犯下重大的错误，王总也保不了你。主管怎么办啊？原来需要半个月才能完成的策划任务，我们现在只有3天的时间了。这下糟了，只剩3天，不吃不喝也完不成啊！重点是这份文件是咱们和南城新药科技的合作，南城新药可是和咱们华为科技齐名的大厂，这份项目决策关乎到他们的上市，一旦出现纰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什么时候签过这份文件了？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？不可能！你这么有钱，凭什么喜欢我姐？你肯定另有图谋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你是不是想利用洛洛在华为科技的职位，给你谋取更大的利益？或者说，你是华为科技的对手，想利用洛洛盗取机密，趁机搞垮华为？难道陆野真的有所图？不，陆野不像这种人，肯定是我自己的失误。你们放心，既然这个工作是我的纰漏，那我就去向王总汇报，不会牵连到大家的。你们先去忙吧。
洛洛，你怎么能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呢？你要知道啊，这个项目不仅关乎另一家公司的上市，你们策划部如果出现半点闪失，至少会造成上亿的损失啊！王总，我对签署这份合同没有任何影响，我觉得是被人陷害了。不过，不管怎么说，都是我的失误，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。怎么承担？难道你有钱赔付？我没有这么多钱，但我保证我会完成全部的策划案。呸！这帮人没事的时候就知道巴结主管，遇到事了一个个跑得比猴都快。洛洛主管，你放心，就冲你这段时间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也会帮你帮到底。谢谢。咦，洛洛主管，你男朋友来嘞？别瞎说，他还不是我男朋友。哦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遇到了困难，就想来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。真是太感谢你了。不过我现在需要的是策划案，你是一个心理医生，你帮不了。洛洛，你怕是不知道超能力的神通广大吧？啊？你好，是李明李大师吗？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出一张设计图。你疯了吗？你也不看看现在是几点？下半夜1点了，你让我帮你做设计图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深圳最顶尖的设计师，我从来不随意给别人做图。酬金100万，把需求过来。昨天晚上主管还干劲十足，今天早上怎么一点精神都没有？怕是已经束手无策了吧？半个月的策划案想3天完成，怎么可能？哎，到时候他这个主管的位置怕是又要被拿掉了。何姐，你肯定还会被提拔的，提前恭喜你啦！洛洛主管，你精神状态怎么看起来有点不对？是姐夫昨晚上的办法不行吗？你相信超能力吗？啊？爸妈，你们是不知道，昨天在商场，我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和江晨宇、陆岩2个男人不清不楚的，我在旁边劝他，他不听，反而训了我一顿，真是丢死人了。哎，婉婉，你可别瞎说，洛洛怎么会脚踏2只船呢？妈，那你以为她这些天去哪儿住了？就是去她那个新男朋友家里了。岂有此理！太不像话了！婉婉，你马上给洛洛打电话，让他马上回来，否则的话就别认这个爸。爸，光叫姐姐回来有什么用啊？不解决问题。解决问题？怎么解决？只要姐姐结婚了，有了家庭的束缚，那她就再也不会出去找其他男人了。爸，婉婉不是给我打电话说您病了吗？洛洛，你来的正好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周老板，他的生意比咱们大多了，好像跟你那个华为科技还有合作呢。周叔好。哎，叫什么叔？这就见外了。这是干什么？姐，这次叫你回来是为了给你介绍对象啊？介绍对象？洛洛小姐，初次见面，这枚5克拉的钻戒就当见面礼了。爸，您说要给我介绍的对象就是周老板。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啊？我今年才20多，这周老板怎么看也40多岁了吧？你们让我嫁给他？洛洛，你这就说错了，我今年才38，还不到40。婉婉难道没有跟你们说吗？我有男朋友啊。周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俩是不可能的。哎，你说那个是心理医生吧？心理医生1个月的工资还不够我1顿饭钱。洛洛，结婚呀，还是要找个有钱人。回头我带你看看我收藏的古董，每一件都价值连城。他虽然是个心理医生，但根本不缺钱，好吧？反正今天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洛洛，你给你脸了是吗？好着歹说，你怎么听不进去呀？你让我用强了吗？啊？爸，难道在您眼里除了家里的生意，真的就一点亲情都没有吗？您真的要让我嫁给他，拿我一辈子的幸福开玩笑？你今晚哪儿也别去啊，就在家吃饭啊。你等一下加他的联系方式，以后常联系。听话。你们让我嫁给周老板，就是为了钱吗？祝你发大财了。陆爷，你来了。
怎么了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不是你让我穿的值钱一点吗？我这一身可是史蒂芬到里奇的定制款，价值上百万了，市面上根本买不到。陆野，我知道你这身很值钱，但是，我家里人恐怕根本不认识啊。你应该戴个大金链子，然后再穿一身巴黎世家，手上最好再带个绿水鬼。哎呀，算了，走吧。伯父好，伯母好。他叫陆野，就是我现在的男朋友。苏老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苏老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好意思，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你就是洛洛说那个有钱的心理医生啊，你这一身也不咋地。爸，这可是斯蒂芬洛里奇的。我死你什么笨蛋，都没听说过，看来也不值钱嘛啊！确实也不值太多钱，也就100多万啊！你小子满口胡言吧？你这是一副100多万？我这个应该怎么跟你解释呢？胡老板，怎么了？这件是天目展宋代美学的巅峰之作，平均烧3000个，也就有1至2个是完美品。没想到有生之年我也能遇到真品。幸好还有个识货的人，不然你小子肯定会被认为是个穷磨难。周老板，您确定这是天目展，不会打眼了吧？绝对不会！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，我家里有很多古董，我玩这玩意儿有多少年了，绝对不会错。周老板，他一个心理医生哪有多少钱呢？你这是高仿的吧？哎，好了，我今天把话挑明了，我女儿不会嫁一个心理医生，你快回吧。爸，我喜欢陆野，我就要嫁给他。苏老板，你今天把我叫来是故意刁难我的吧？周老板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周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叫你无妨，改天我登门道歉啊。伯父，那既然周老板退出了，那我和洛洛……你这个小伙子，我刚才不是说了洛洛不会嫁给你，你听不听人话？赶紧给我滚！爸，这天目展可是真的。你也给我滚！好心当做驴肝肺。今晚我本来想给你介绍好人家，你是非不分，你天天跟着个穷小子是吧？好啊，那你们一起滚吧！多谢伯父成全。你弱智啊！你听不懂好赖话吗？滚！陆野，对不起啊，我原本只是想让你过来帮我解围，没有想到我爸会动手。这都是小事，你生活在这样的原生家庭，真是不容易。哦，对了，陆野，还有2天就要交策划案了，策划案怎么样了？放心吧。策划案真的完成了，而且比我想象中还要好。陆野，谢谢你。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了，终于完成了。想办法让苏家破产。对，苏洛洛家，洛洛，这是你投资我的回报，事业家庭双丰收。陆主管，你怎么卡着点来上班？策划完成了吗？合作方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到了，要是策划完不成，咱们就要废了。海水复印，半小时之后开会。哦，对了，开会前不要给任何人看。这苏洛洛可真能装啊！还让小芳去给他复印策划案，难不成他真能3天完成半个月的策划案？大家共同欢迎方总的到来。王总啊，你们公司是不是有新的策划方式啊？为什么以前让你们做这个策划方案半个月才可以，现在3天就可以？方总，我也很惊讶，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。但高效并不等于高质量，我们还是先听听他的策划内容吧。方总，接下来就让我来为大家讲解策划案的具体内容。这苏洛洛搞什么名堂？何姐，你快看这策划案。不可能啊！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是有点惊讶，洛洛主管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个策划案。洛洛，没想到你真做出来了啊！厉害，华为不愧是深圳的独角兽企业，果然是人才济济。众所周知，现在整个市场环境不好，已经开始有了打价格战的趋势。而现在大家也知道，一旦发生打价格战的情况，必定是两败俱伤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品牌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。不可能，以我10年的科技工作经验，
不可能有人在3天内完成这么优秀的策划案。何姐，你说他是不是直接从别的地方抄了一份策划案？对，一定是这样。以上就是我本次策划案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探讨一下。我有个问题，你是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完美的策划案？说不定是抄袭呢。你说我抄袭，证据呢？我不一定有证据，但是就凭你一个人，怎么可能在3天内完成整个部门半个月的工作量？洛洛，解释一下吧。不瞒各位说，为了本次策划案，我确实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就拿这一份策划图为例，我是请了深圳顶级设计师李明大师连夜赶制。李大师？不可能！李大师？不可能！洛洛主管，你知道李大师设计一次的费用是多少吗？比你1年的工资都多，你怎么可能请得起他？就算请得起，未必请得动吧。李大师从不轻易出手。这个就不劳大家操心了，大家只需要知道这一份策划图是李大师绘制的，而这一份市场调研数据是赵教授分析，而这一份品牌商标设计是出自于钱大设计师之手，这一份科技市场前瞻是深圳大学博士导师出具的。那按照你这样说，你手上的方案就是集合了深圳最顶尖的资源了吗？不可能的。如果陆总出手的话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方总，看来这次您是赚了。这份策划案绝对会让你的项目整体市值再翻一番，上市指日可待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苏洛洛只是苏家的女儿，苏家只是华为旗下面的项目有合作，他哪来的钱和人脉去请这么多大师帮他策划？方总、李总，你们看这张图，他果然就是抄袭的。洛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不可能啊！这明明是陆业长还是帮我绘制的。洛洛，抄袭的事儿你想怎么解决？王总，您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去抄袭其他的策划方案。你还有半天的时间，过了今晚，如果你还拿不出合理的方案，那就是咱们违约了，到时候咱们也只能是赔钱了。喂，洛言，我是洛洛，今天不可能！你这么有钱，凭什么喜欢我姐？你肯定另有图谋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你是不是想利用洛洛在华为科技的职位，给你谋取更大的利益？或者说，你是华为科技的对手，想利用洛洛盗取机密，趁机搞垮华为？洛洛，你怎么了？说话呀！难道陆野接近我真的别有用心？否则我这么普通的一个人，怎么值得他花费那么大的代价帮我？洛洛在公司吗？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？策划案是您帮洛洛小姐找人设计的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今天和客户开会，被发现有一张图是抄袭的，据说是李大师设计的。什么？不可能，那可是我花100万买来的。喂，李明，我之前找你出的那份设计图，为什么有人说是抄袭的？啊，哎呀，陆总，可能是这样，可能就是我的那个思路凑巧跟网上其他人一样的。说实话，天下设计一大抄嘛，您要的那张图时间太紧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，所以在网上找了一下灵感。你个混蛋！要是时间不紧，我会找你设计。你就等着被深圳所有的公司封杀吧。喂，王总，这件事情是合约搞的鬼，我已经找到证据了，你去把他辞退了吧。这个你熟悉吗？我不知道啊。这不是我那天签的快递单吗？这里怎么是空的？何玉，你被辞退了。王总，你不要辞退我呀！王总，我山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我求求你。你这是咎由自取。散开！王总，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苏洛洛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哟，
这不是华为策划部的主管吗？怎么压力太大，出来散散步啊？是不是策划案想不出来了？何月，你已经不是华为的员工了，这策划案怎么样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苏洛洛，你不要再故作轻松了。你今天要是交付不了策划案，就得跟我一样被赶出华为。我今天就非要在这里看着你被辞退不可。就算我被辞职了，那也是写的主管，而你只是个普通员工。你好啊，你个苏洛洛，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变得这么伶牙俐齿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图一时口舌之快呢是没有用的。今天说破天，你也得被赶出华为。怎么没话说了吗？别再装模作样的拿着策划思考啦！就你那脑袋和机器人一样呆板，你能想得出什么办法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你的脑袋和机器人一样呆板。何主管，太谢谢你了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人办不到的事，机器未必办不到。现在整个策划案只差这一张图，各项需求明确，所以我只要将需求输入给人工智能，就能帮我出图。这苏洛洛怕不是疯了吧？他怎么突然开始疯狂工作？他难道要亲自制作设计图？现在只剩1下午的时间了，他绝对完不成。就算李大师在这儿，他也完不成。哎，周总，你先别挂电话，你听我说。怎么样了，皮爸？周总不会也把你拒绝了吧？他可是和你关系最好的呀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突然所有的客户都拒绝跟我们合作，这样下去啊，撑不了1个周，我们家的生意啊就要倒闭啊！那我以后岂不是不能躺平了？哎呦喂，我这是命苦啊！老了，家里还破了产了！哎呀！哎，好了，你哭有什么用啊？现在不是还没破产吗？一起想想办法呢。是得想办法。哎，洛洛不是在华为的策划部当主管吗？只要他肯帮忙牵桥搭线，咱们不是还有救吗？对，不错。王总啊，这马上都12点了，我看苏洛洛都完不成今天晚上这个方案的了，要不咱们早点回去休息好吗？要不是这次合同涉及的金额巨大，咱们平时啊也不会在这个时间点开会。华总，您就再忍忍，回头啊我给您送2个火茶。算了吧，也不差这几分钟。总算赶在12点之前完成了。喂，爸，你怎么给我打这么多电话？洛洛，爸求你件事，求求你救救咱们家吧，咱们家要破产了。什么？破产？对，等一下，爸，我现在这边有点急事，我稍后跟你讲啊。还有8分钟哦。其实就算是方案没做出来也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也不亏。关于你们这一次的合作，你们不用管抄袭不抄袭，只需要假装合作成功即可。钱我会双倍的赔付给你们。你是谁啊？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再说了，你能赔得起吗？就算你赔得起，我们公司也不差你这点钱。我是陆野，您竟然是……就按照您说的办。抱歉，各位领导、同事，时代在进步，而我们只要跟上脚步，就可以乘风破浪。落后的话，注定是要步入尘埃的。今天，我将用人工智能补全我们所有的策划案。下面大家请看 PPT。陆主管，你太棒了！好样的，包总，洛洛的这个方案怎么样？好，非常好。哎呀，果然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啊！以后啊，就要看你们的了。哈哈，苏洛洛，你也被辞退了吧？我是要离开华为了。哼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完成不了策划案。你错了，洛洛出色的完成了这次策划案。不可能，他要是完成了策划案，为什么要离职？我是主动离开华为的。王总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王总，我决定辞职了。辞职？为什么？你的策划案已经完成了，这次项目之后，你在华为科技一定会升职加薪啊！王总，
有些事情您可能不知道，虽然这一次是何月在其中作梗，但我怀疑背后还有一个人，而且我或许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。他可能是想利用我搞垮华为，所以我离开华为是最好的选择。另一个人，难道是？我家里刚刚跟我打了电话，说我家破产了，他们打电话求我帮忙，肯定是想利用我的职务之便为家里谋私利，所以于公于私，我离开华为都是最好的选择。你竟然主动离职，你疯了吗？何姐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人生，你有你的人生，而我也有我的旅程。我想我们之间有些误会。陆先生，欠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上的，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，我都会感谢你对我的帮助。看来这次误会大了，没想到我有一天会被当成是坏人。哎，洛洛回来了，你加班辛苦了吧？哎，快坐快坐。姐，喝点水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咱们家怎么会突然破产呢？洛洛啊，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所有的客户都终止跟我们合作。不过只要你能帮忙维持在华为的合作，咱们还有希望。我已经从华为离职了。什么？我已经从华为离职了。什么？姐，你怎么就离职了？你不是才刚刚升了主管吗？这么好的工作，你干嘛要离职呢？你们喊我回来，不是为了让我解决家里破产的危机吗？为什么现在重点都要放在我离职的事情上？你明着滚！只有你在华为才能帮到咱家。哎呀，原本还指望洛洛拉成家立法的，现在倒好了，一点指望都没有了呀！哎呀，未必没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在华为科技这么多年，对这个行业有一定的了解。现在这些合作方突然说要终止合作，无非就是我们在某些方面没有满足需求。现在我们只需要去解决这些问题，想来未来还可以有机会合作。看来啊，也只能试一试了。洛洛，你明天就挨家挨户跑业务吧。我会出去跑业务，而且这一次除了华为科技，其他公司我也会去多跑一跑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这一次我帮苏家度过危机之后，我需要苏家30%股份。啊？你要咱家的股份？姐，爸把你拉扯成这么大，让你帮家里一点忙，你怎么还能要报酬呢？是啊，虽说这一家人明算上，可是你张口就要30%股份，会不会也太多了点？洛洛啊，你真的一些家人情分都不讲了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爸，我会让苏家的生意越做越大的，而且我在其中任职，我拿点股份应该不过分吧？你年纪轻轻的就想图谋咱们家的家产，你……我觉得洛洛说的有道理。啊，你同意给洛洛3成股份？我是没有意见啊，但是之燕，咱们家2个闺女呢，可不能厚此薄彼呀。是啊，爸，要不然你给我跟姐每人各3成股份吧。烦了烦了，你们这要拆散苏家呀？你们这是……爸，你们先别生气，这不是还没有决定吗？咱再商量一下。之燕，身体要紧，别为了这点事把身体气坏了啊。好吧，就这样定吧。也别说我偏心，你们姐妹啊，谁能帮咱们家解决困难，这3成股份就给谁。唉，人这一辈子啊，都不知道图个啥。爸，对不住了，我确实需要一些股份，才能还清陆野的人情。你放心，等我还完所有的钱，这苏家的所有股份都是你的。文文，加油哦！别太得意，不到最后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。虽然你工作能力强，但你别忘了，咱爸说过，这做生意啊，可不是看谁能力强弱的。这些都是我梳理出来的，咱们家所有可能合作的客户，你们1人1半，具体怎么说服他们合作，那就看你们本事喽啊！
妈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我昨晚就那么一说，我哪会谈什么合作啊？哎，婉婉，你和江成宇一起合作吧，他本身就是这个行业的，能力啊肯定比你强。可江成宇的能力未必有我姐强啊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迈出第一步再说嘛。婉婉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全力帮你。这个苏洛洛当初在商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甩我，这个丑总算有机会报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暂时不能和你们苏家合作。不是我不给你们面子，实在我们也很难，没办法跟你们合作。请回吧，暂时没有合作的意向。婉婉，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没谈成？一家都没谈成啊？这些领导也太不正常了！我已经把利润压缩到最低了，而且还叫了江成宇帮我，也没有谈成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洛洛，你今天谈的怎么样啊？说来也奇怪，今天谈的特别顺利，谈一家成一家，一点阻碍都没有。什么？你谈一家成一家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跑了不下10家，没有一家能谈成的。不信你看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明明叫了江，和我一起，怎么可能差距这么大？洛洛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在屋里听到好像是你今天谈的客户都谈成了。我看，哎呀，太好了！这不愧是在华为上过班的人呢。这样看来啊，不出3天，咱们家的这个破产危机就解决了啊！太好了。妈，现在怎么办？再这么下去，家里的股份就没有咱们的事儿了。你先别急，让妈想想办法啊。凭什么他苏洛尔这辈子处处都比我优秀，工作能力比我强，桃花运还比我好？我不服，不服！那也是人家努力的结果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哦，好了啊，妈呀，想到让你成功签合同的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虽然啊，你和江成宇达不成合作，但是只要你跟在苏洛洛后面，等他谈成了合同啊，你再稍微让点力，这不就成了吗？妈，还是你聪明。钱总，那今天会谈就到这儿了。洛洛小姐慢走。钱总您留步，合作的事儿就麻烦您了。你们是谁？钱总你好，我是苏洛洛的妹妹苏婉婉。哦，你们找洛洛是吧？她刚出门，你们现在追还来得及。不，钱总，我们是来找您的。哦，找我有什么事儿？钱总，和您商量件事，不知道您刚苏洛洛给您提出什么条件让你同意合作？我们可以多让出点利润，只要你跟我们签约就好。你们这是挖墙脚！钱总，为什么不考虑我们？我也是苏家人，合同内容都一样啊。是啊，而且跟我们合作，你能挣得更多。两位还是快走吧，我们钱总既说了不会合作，再怎么纠缠也没用。这已经是今天第5家了，为什么每家都拒绝我们？到底我姐说了什么，能让他们这些领导心甘情愿的跟他合作？哪怕我们让利再多也不行。都说商人逐利，有什么理由让他有钱不挣呢？除非什么？除非他们能够在苏洛洛这个人身上赚到比我们让利更多的钱。我就知道这其中一定有猫腻。这苏洛洛可真聪明，为了不落下把柄，将让他人替他行贿。少这种小把戏，我这就回去告诉爸妈。哎，等等，宝，与其告诉你爸妈，不然让苏洛洛把事情都解决完之后，你直接坐享其成。哎，你还可以借此要求他以后为你打工，你就享受就完了，这样岂不更好？要啊，这办法好。这婉婉是放弃了吗？你们谁先说？我先吧。爸，这3天我这一部分合同全部签约成功，而且大部分客户他们有长期合作的意向。好，太好了！就凭这些合同啊，咱们家的危机啊就解除了。哎，婉婉，你怎么样啊？我一家都没有谈成。啊，一家都没谈成？啊，一家都没谈成？哼，早知道你不成器，那也不至于一家谈不成嘛。既然如此，那你接下来的比试也就没什么悬念了。等等，你想说什么？叔叔，不然你先问一下洛洛的订单是怎么来的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当然是一家一家谈下来的。
啊，我一家都没谈下来，一谈一家就是一家，这其中没有猫腻，谁信啊？我虽然也很诧异为什么我的签约会这么顺利，但这些公司确实是我自己谈下来的。你还装？你的意思是在我签约之前，有人提前给领导送了礼，所以才会顺利？当然，要不然凭什么我让利更多，对方都不肯签，你一去就签，肯定是你给的钱比我让的利更多。洛洛，这普通人送礼啊是人情世故，但你在签约前送礼啊，这算是贿赂。我真的没有，爸。1家可以说是巧合，2家也说得过去，但3家、4家、5家，你每一次签约都有人在你前面送礼，你认为这就是巧合吗？我绝对没有提前找人送礼。那你认为手机里的这个人脑子是有病吗？平白无故给这些领导送钱？洛洛啊，这事儿非同小可，如果你真的做了，你就现在就承认，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想想办法。你要知道贿赂啊是要坐牢的。是啊，洛洛，我知道你要强，一心想要赢过妹妹，但是就算这样，你也不能使用不正当的手段啊。虽然我不知道这其中发生了什么，但我保证，我绝对没有提前送礼。姐，证据确凿，你就承认了吧，否则以爸的耿直，真的会把你送去坐牢的。就别光火了，平时你们2个怎么吃饭的我不计较，但这次是原则问题，也关系你姐的清誉。爸，我也没真的想把我姐送去坐牢啊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和陈宇早就把这些证据拿去报案，等到现在才商讨呢。算了，这屋的声音多么重要，也抵不过我这2个闺女。洛洛，要不你明天挨家把这些合同都送上门，把钱要回来。他们愿意合作就合作，不愿意合作就拉倒吧。爸，您这是为了我打算放弃苏家的生意了？爸，不能这样，这样的话咱们苏家就完了。依我看，我们就装不知道，我和陈宇也不会把这段视频传出去的。不过这3成股份可就都归我了，就让姐在我身边打杂就行了。你荒唐！你这个时候还想着股份？叔叔，我作为一个外人，本不应该掺和你们家的家事。但既然这个视频是我拍的，那我自然也有报复权。你想做什么？今天你就把那3成股份转给婉婉，这个视频我自然可以全部删掉。但如果你不转，洛洛可就危险了。你在威胁我？不敢，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我说了，我没有贿赂。江晨宇，你要是不信，你大可以去报案。我倒是也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。洛洛啊，你不能坐牢。如果你坐牢了，你这辈子就有污点，你的人生就算完了。哎，不就是股份吗？你们想要，拿去便是。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，我是想等你们2个谁赢了，就证明能力强，这苏家的3个股份呢，就分给你们。哎，我在想啊，你们都是我的亲闺女，我不能欺人骗心。我不打算和雪琴老了，有能力的就继承苏家的生意，没能力的就继承其他财产。但我没想到啊，哎，你们竟然为了股份，把亲人送进监狱。签了吧？爸，迟燕，赶紧签，千万把手机的视频删掉。快签啊！签了这3成股份都是你的了。快签啊！你在磨蹭什么呢？你不是一直都想赢过你姐吗？你现在可是堂堂正正的赢她，签啊！算了，看在你是我姐的份上，明天你和爸先去处理贿赂的事，这股份过几天再说吧。你不愧是我女儿。志言，咱们的婉婉长大了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当初可是你求着我帮你的。陈宇哥，我真的很想赢过我姐，但是我爸说的对，我不能把我姐送去监狱啊！爸妈，婉婉，谢谢你们。你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，就联合起来把我一个人当猴耍是吗？你们既然这样，就别跟我不客气。喂，我举报有人收受贿赂。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江成宇，你疯了吗？竟敢推我爸！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，等一会你就进去了。江晨宇，算我看错你了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小人。江晨宇，你还是个人吗？
你连女人都打？我这个人一向都是睚眦必报，你再多说一句，我连你也打。我今天就要看看你们苏家是怎么玩的。等苏洛洛这个事情一做实，他也就进去了，你们苏家的生意都得完蛋，你们就等着破产了。我就知道早晚会出问题，早就在这等着了。洛洛，陆野，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洛洛小姐有所求，我怎么敢耽搁时间啊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他呀，马上就要进去了，被抓走。他为了帮家族签那些协议，贿赂了不少人。我报警了，你啊，再有钱也救不了他。这一次，他可能要蹲个3年5载。你就想凭这几个视频就把洛洛送进去？那里有一算盘给打错了。陆野，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没有贿赂他们。你当然没有掌握贿赂他们，是我掌握贿。你当然没有掌握贿赂他们，是我掌握贿，不对，是我跟他们提前达成了协议，我手上有跟他们签署的合约，所以这谈不上是贿赂。是你给他送的钱？到底发生什么？这不是看你跟他们关系不好吗？所以我才设计了这么一场大戏。只要你帮家里解决了破产的问题，他们以后会对你好。只是没想到啊，会出现这样的岔子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这么帮我？其实我也想跟你解释来着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。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人暗中资助我，如果没有他，也就没有我的今天。而那个人就是你。我资助的那个人是你？那你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嘛，当然是华为科技最大的股东，并且我名下有其他的产业。听到没有？警察就要来了，他马上就要被抓进去了。哎，还不赶紧去准备准备？等我先帮你把这个反案交给处理了，再跟你细说。江晨宇，洛洛今天是不可能被抓走了，反而是你，待会进去了，可要好好的反省一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打着女朋友洛洛在华为的名义，背后做了什么，你自己最清楚。我什么都没做过啊！你做没做？等到了里面再说吧。我要回，把江晨宇所有贿赂、贪墨的证据一并交上去吧。为什么？你调查我？为什么呀？他明明已经被你抢到了，我跟你没有什么仇怨啊！洛洛身边不可以留有隐患，你心思不纯，我自然要彻查你。多谢，幸亏有你，我家洛洛才没被抓。来，尝下我的手艺。多谢保姆。陆爷，我们苏家的生意啊，幸亏有你照顾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是苏家的底子打得好，而且洛洛业务能力又强，不然我给你们再多生意，你们也接不住啊。姐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喝上你跟姐夫的喜酒啊？快了吧？哦，对了，陆野，我有个事儿一直想问你。之前你帮我做的那个策划方案，它为什么有一张设计图是抄袭的？我当时还真以为你是想通过我陷害华为呢。据说啊，我当时是被李大师给骗了啊！所以呢，这教会你一个道理：做人呐，只能靠自己，别人都靠不住。那你也靠不住吗？我除外。来，我们干一个，干杯！来干杯！干杯！